两个人是否私下发生过关系，从心理学角度看，其实都藏不住。就算手机里的聊天记录能被一键清空，但越过界的肉体永远是一块无法格式化的硬盘。你以为闭紧嘴巴，统一对外的口径就能瞒天过海，却不知道一旦发生过深层的肉体交换，这两个人的骨骼和肌肉早就背着理智，签下了一份永远无法销毁的认罪书。你身边绝对有这种人，明明对外宣称只是普通同事或者毫无越界的纯友谊，但只要他们俩往那一站，你甚至都不需要听他们在聊什么，你后脑勺的直觉雷达就会疯狂报警。为什么你的直觉会这么准？因为在心理学上，这叫做非语言泄露效应。简单来说，你的大脑可以极其冷静地命令嘴巴去编造谎言，但它绝对管不住你的身体，在潜意识里说真话。当两个人有过最私密的接触后，他们的神经系统会自动下载一套全新的互动驱动包。这套底层代码就像指纹一样，在每一次眼神、每一个小动作里疯狂泄密。你仔细回想一下他们之间那种极其诡异的眼神交汇，我把这个暴露点称为视觉粘滞与应激性弹开。3年级的小朋友都知道，做坏事的人不敢看老师的眼睛，但成年人的世界正好相反。普通异性在社交场合对视，为了维持社交边界，平均停留时间也就 0.5 秒到1秒，这是本能的防御。但发生过关系的两个人，眼神接触往往会超过3秒，这就叫视觉粘滞。更绝的是，对视之后，他们会像触电一样，极其不自然地迅速把头移开。这种超时停留加刻意弹开的眼神动作，根本不是在避嫌，而是他们的身体在诚实地回味那种熟悉感之后，大脑突然拉响了警报。那种眼神里拉丝的火花是靠演技演不出来的。听到这儿，你可能想，那我不看它不就行了吗？别天真了，身体朝向性会出卖一切。心理学界的有一个极其精准的测量仪，我管它叫躯干磁吸效应。人人的身体中轴线，也就是肚脐的位置，会自动朝向这个空间里自己最在意、潜意识里最亲密的人。你去观察一场聚会，不管桌子有多大，不管座位怎么变，那两个人的身体中轴线总会在无意识中像指南针一样死死地指向对方。即便他们在跟不同的人聊天，这种身体的指向性也会出卖他们。这就好比你兜里揣着一块磁铁，遇到另一块磁铁时，那种物理性的吸引力根本不受意志控制。但如果他们连这种物理指向都可以克制了，这时候你就要去感受空气中那种极其反直觉的质感，我管它叫绝对静音的抗体反应。这是一个极高维的心理学观察点。普通的男女异性如果突然没话说了，空气里会瞬间弥漫着一种为了掩饰尴尬而强行找话题的焦躁感。但发生过关系的两个人对冷场有着极其可怕的免疫力。即便在这片公共空间里，即便周围全是人，只要他们两个陷入沉默，你不仅看不见尴尬，反而能感受到一种极其松弛，甚至带着点慵懒的氛围。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肉体上彻底坦诚相见过的两个人，才能心安理得地共享一片绝对的空白。这种不需要解释的默契，就是最响亮的实锤。而当这种松弛感遇到意外的肢体接触时，真相就会迎来极其诡异的接触瞬间的系统掉帧。正常的异性朋友，如果不小心手碰到了手，第一反应通常是极其自然的，要么立刻说声抱歉，然后该干嘛干嘛。但发生过关系的人反应极其耐人寻味。当他们产生肢体接触时，身体会先愣住大约 0.5 秒，这 0.5 秒的停顿是致命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在一瞬间被唤醒了私下的亲密感，大脑正在疯狂地把卧室模式强行切换回公共模式，这就直接导致了行为上的卡顿。随后他们往往会做出那种用力过猛的缩手动作。
记住，一切过度的反应背后都藏着不敢见光的真相。如果说生理上的破绽还能强行解释，那接下来这个细节直接揭穿了人性中最幽暗的角落，我把它称为共享禁忌的高位从容。当在一场聚会上，有人不知情地拿他们俩开玩笑，或者随便乱点鸳鸯谱的时候，你注意看他们俩的反应。没发生过关系的人，要么立刻慌张地澄清，要么红着脸撇清。但真正有事的两个人绝对不会急着跳脚，他们会在那一瞬间极其隐秘地交换一个只有彼此能看懂的余光，那个眼神里没有丝毫惊慌，反而藏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因为他们手里握着这个房间里最大的余光，看着周围人像傻子一样在边缘试探。这种全世界只有我们俩知道的心理高位，会让他们在假装无辜的同时享受到一种极其隐秘的快感。心理学家艾伯特·梅拉宾提出过著名的73855法则，在情感传递里，你嘴上说的话只占了可怜的 7%， 语调占 38%， 而剩下的 55% 全是肢体语言。也就是说，你费尽心思编的瞎话，在真相面前只占了不到1成，剩下的90%多全写在瞳孔放大的速度里，写在不经意间的系统掉帧里。精神分析学派的祖师爷弗洛伊德说过一句很有深度的话：凡人皆无法隐瞒私情。尽管他的双唇紧闭，但他的指尖会说话，甚至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会散发出背叛的气息。这就是人性的底层逻辑。秘密从来不会被真正抹除，它只会从嘴巴里转移到身体的肌肉记忆里。这种重写是永久性的，是再高超的演技也盖不住的。所以别再浪费时间去问、去猜、去纠结了，真相永远不在嘴上。当两个人的肉体发生过交换，他们互动的底层代码就已经被永久充血。看懂了这些身体发出的泄密信号，真相早就赤裸裸地站在你面前了。我们下期见。